大家好，这是我在我们这儿旧货市场买的几件中国瓷器，其中有一件有落款，是清朝同治年间的，算是古董了吧？是在乡下一个亚洲 sale 买的，很便宜，几美元。我倒不是想占卖主的便宜，因为我根本不懂瓷器。后来让纽约拍卖行的专家看了看，不值钱，但是作为乐趣，体验体验收藏也还挺不错。不仅是在旧货摊能买到中国瓷器，这里是每周去买菜的华人超市，超市旁边常年有景德镇瓷器展销。为了这些视频，我跟从景德镇来的于先生聊了聊，他告诉我，景德镇过来直销的人员很多，不仅在美国，在欧洲也是。也凑巧，做完上期视频，有机会又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和纽约州博物馆，特地仔细看了上期介绍几件瓷器，真是又有收获。我现在在纽约州博物馆，这里是他展览纽约港当时的情况。其中这个展台就是讲中国瓷器。这套瓷器据介绍是1770年和1790年到达纽约港的，是从中国带来的。这也是纽约州徽。这个展区是当地的瓷器，就是纽约本地，应该是陶器，都是在1850年左右，他们生产的陶器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些陶器算是代表当时美国陶瓷业的最高水平，也说明为什么会大量进口精美的中国瓷器。这是大都会博物馆美国馆的珍藏，看到了上期介绍的那套250件的瓷器全部。这件是上期介绍的1520年左右出口葡萄牙的瓷器。我还在别处看了看展出的中国瓷器。接着上期介绍这个展台剩下的中国进口瓷器。编号式的盘子年代在1810至1820年间，周围图案是蝴蝶，中间是一只鹰，鹰的脖颈处有一条丝带，拉丁文写的是合众为一的意思，体现了当时美国刚刚成立合众国的愿望。这个大碗上面的文字是一张1785年12月辛辛那提协会签发给纽约州参加独立战争的埃比尼泽·史蒂文斯的证书，文字旁是辛辛那图斯，他是古罗马的美德公民，在带领罗马人抵御侵略获胜后，不留恋权力，主动解甲归田。后来的华盛顿很像辛辛那图斯，这也是协会成立的含义之一。瓷器上的图案中，辛辛那图斯身边有一只鹰，高举着美国鹰的旗帜，击退了英国狮子和不列颠尼亚的形象。证书是给史蒂文斯的，他1773年参加过著名的波士顿清查事件，也是他告诉家人自己打扮成印第安人到船上扔茶叶。独立战争期间，他加入大陆军，是炮兵中校。战争结束后，是纽约市的商人。辛辛那提协会是北美成立最早的社团之一，协会类似兄弟会士的组织。1783年成立，入会的条件是参加过独立战争3年的士兵。第一任会长是华盛顿，第二任是汉密尔顿。会员过世后，他们的长子可以继承会员资格，如果没有长子，由亲属旁系中的长子继承。曾有人，包括富兰克林，批评这个协会是欧洲贵族的习气。不过，后来各行各业一些有名人士都是协会会员。协会也成为参政的利益集团，代表会员们发声。此外，协会对收集保存独立战争期间的历史资料功不可没。很难得的是，当时制作这个碗的瓷工能将证书的各种字体英文描摹得非常准确精致。编号12的盘子曾是华盛顿家用的，盘子周边是花朵、石榴和蝴蝶，是当时典型的中国图案。
盘子中间是中国匠人想象中的天使，手中拿着的是一枚辛辛那提协会的奖章。大都会博物馆还藏有一枚原始的徽章，徽章是1873年在法国制作的。编号14的碗的主人是约翰·兰姆，独立战争时是炮兵军官，带领200多人在1781年独立战争决胜的约克镇一战中立下战功，受到华盛顿的嘉奖。战后，他是纽约港的联邦税务总管，与进出口的商人打交道机会很多，也容易买到中国瓷器。晚上的船就很像首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编号15的盘子年代在1800至1810年，上面的图案是华盛顿的墓。华盛顿是1799年去世的，这个盘子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位领袖的缅怀。华盛顿的墓地如今还在他的庄园附近，很小的一个小屋子。当时中国的画工是如何想象到墓碑的样子，需要我们脑补了。不过旁边这个湖上的肖像可以提供些线索。湖上是中国画工画的华盛顿的肖像，湖的主人是爱德华·蒂尔曼，费城一位有名的律师，虽然在英国学习法律，但独立战争时支持美国独立，并参加了大陆军。美国成立后不愿意担任公职，一直从事个人业务，也是宾州大学的校董。华盛顿的肖像原画家是美国建国早期著名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再由版画家大卫·埃德温制成版画，然后是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一位画家忠实地临摹在湖上。在博物馆还有一套茶杯和碟子，上面的图案是临摹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1826年的名作《独立宣言》。不过中国的画家做了改动，墙上的老鹰很夸张，不成比例，画中的美国国父们也没有戴头套。这里不禁感慨一下，像华盛顿的像和独立宣言这个场面，甚至上期介绍的1690年荷兰杜特丹市民攻占治安官住宅的场面，应该早于1843年魏源出版的《海国图志》，也就是说，中国民间的工匠较早的生动地接触过欧洲和美洲的情况。看完编号17展品的说明，感觉有些亲切。这个盘子的年代在1796至1810年间，盘子四周是八仙过海的八仙，中间是中式的宝塔亭榭，完全是中国风景人物。金色的字母组合是德维特和玛利亚·克林顿夫妇的名字首字母。克林顿曾担任纽约市长、纽约州州长，最大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伊利运河，我曾专门做过一期视频。克林顿当时的家在我所在的纽约首府奥本尼附近，当年这个盘子在空间上离我还真不远。最后4件绚丽多彩的餐具是一整套200多件中的代表，年代在1860至1866年。整套餐具也是私人定制，主人是罗德岛的商人丹尼尔·潘恩。盘子上有潘恩家族喜欢的玫瑰花，搭配中国传统的蝴蝶和鸟图案，每件瓷器中心都有潘恩妻子路易莎·潘恩姓名的字母缩写。像这样定制的成套瓷器很受欢迎，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就曾定制了一套300件的餐具。看完这个展台的展品，印象好像是中国瓷器都是非富即贵的美国人家才有，其实并不如此。1820年，费城一位做瓷器的商人说，美国中高层人士无不使用中国瓷器，最贫困的家庭也会有几件中国瓷器。当家里有姑娘出嫁，娘家陪送一套中国茶具很普遍。像我无意中买到的这几件清朝瓷器，都应该是在民间流传的。我特地查了查，瓷器贸易只占当时中国出口贸易货物的不到10%。早年中国出口美国最大宗的货物是茶叶，能占到3%。
第二位是丝绸，可惜这两样不是被消费了，就是破损了。只有瓷器能保存完好的展示在这里，让我们窥探当年中美交往的片段。当我在查美国经济史数据时，看到中美贸易只占当时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大都会博物馆这排橱窗里展示了19世纪中期开始，世界其他国家像德国、英国、瑞士和日本的瓷器工艺开始走向成熟，逐渐挤占了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国出口的瓷器也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排橱窗很有意思，它是讲17、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瓷器出口到欧洲和美洲，后来慢慢就有了其他国家生产的，有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如果是外行的话，基本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这是世界瓷器大观。瓷器贸易的这段历史，多少能给今天的中美贸易一些启示。